好，朋友們，今天咱們圍繞曼聯主教練卡里克入主之後，曼聯青訓的一些變化展開。節目的下半部分仍然是今天最重要的足球新聞，特別是冬季轉會窗即將關閉，各種轉會傳聞層出不窮。那麼咱們這就開始，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支持一下，謝謝。好，最近在法甲踢球的前曼聯球王格林伍德，他在社媒曬出了最新的訓練照片。這是回到了曼徹斯特，和自己的前青训队友梅勒一起訓練。他這次訓練是在曼徹斯特地區的非聯賽球隊查德頓 FC。梅勒和格林伍德曾經在2019年的歐聯杯比賽中一同登场。要說真是唏噓呀，格林伍德過去年僅6歲就加入了紅魔曼聯的青訓營，而且2019年7年前就在索爾斯克亞麾下完成了一線隊首秀，當時只有17歲，17歲的年紀就成為了曼聯俱樂部最年輕的歐洲賽事射手。可惜後來2022年他被指控未遂强姦，對自己的女友造成了实際的身體傷害，還有襲擊以及控制和脅迫的行為。但是1年後，英國皇家檢察署又撤銷了这些指控。被捕以後，格林伍德被曼联停赛，並租借到了西班牙球队赫塔费。24年他永久離開了老特拉福德，以2660萬英鎊的身價加盟了法甲球隊馬賽。到了馬賽，他首個賽季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當時21粒進球和金球獎熱門鄧貝萊並列法甲射手榜榜首。馬賽的隊友們像過去的拉比奧對格林伍德是毫不吝惜讚美之詞啊。拉比奧說，格林伍德是一名不可思議的球員，如果他沒有遭遇過去那些問題，我認為他會擁有貝林厄姆那樣的形象。格林伍德本應該成為巨星，因為他是一名現象級的球員，他左右腳都能進球，射門技術出色，還能盤帶。我們馬賽很幸運能擁有他，當他真正專注的時候，他能做到非常偉大的事兒。本賽季格林伍德僅首發了27次，已經打進了20粒進球，6個助攻。哎呀，這算什麼事兒啊？關鍵是過去告他傷害自己的女朋友，現在又跟他在一起，兩個人還親親密密，挺好的，又生了孩子。在格林伍德當時停赛期間，就有媒體拍到小两口早就手牽手一起逛超市了。不過沒有用，英國的女權群體不肯原諒他，連图赫爾的英格蘭隊也不敢招他，真的可惜了。他有可能是過去幾十年英格蘭技術最出色的超級巨星。據說現在曼聯內部正在進行內部討論，想重新簽回格林伍德。當時在以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他的時候，加入了多項对曼聯有利的條款，包括50%的2次轉會分成條款和潛在的回購條款。曼聯現在計劃在世界杯前和他們的隊長逼費就逼費的未來進行會談。俱樂部高層準備告訴他，至少希望逼費在老特拉福德再待1年。不過預計他會吸引許多俱樂部的興趣，尤其是沙特那邊。如果逼費真的要走，那麼格林伍德就是他最好的替代品。另外，曼聯现在的齐尔克澤已經告知球隊，他想繼續留隊。之前在阿莫林麾下，齐爾克澤已經沒有什麼希望，當時羅馬隊對他很感興趣。過去2場比賽，齊爾克澤因傷錯過，但本周已經恢復訓練。新的主教練卡里克麾下，齊爾克澤也有可能在周日對陣富勒姆的比賽中坐在替補席上。總之，卡里克一來，所有過去被打入冷宮的都有了復出的機會。齊爾克澤雖然球風偏軟，但他有能在包夾下突然殺出重圍把球送出去的能力，時不時能傳上幾腳威脅球，所以我們可以再看看。如果本輪對富勒姆能夠取勝，卡里克就能夠追平阿莫林治下曼聯英超最長的連勝。這是在25年10月，在阿莫林下課前2個月，當時他帶領曼聯取得了一次英超3連勝，這也是唯一的一次。所以許多朋友都提醒老 K， 曼聯打強隊一向可以，關鍵是虐菜行不行？現在至少從卡里克賽前的採訪可以看出，他是一點都不輕敵。而且從數據上，曼聯最近20次在英超對陣富勒姆只輸了1次，這一次又是主場。不過綜藝連，不知道卡里克上任之後這種習性徹底擺脫了沒有？說這種什麼過去20次只輸了1次啊，大概率是不是又選了？真的越是這種時候，曼聯球迷心裡就越沒底。骄兵必敗，敗兵必哀，哀兵又必勝。那到底咱們是驕敗還是哀呢？對了，阿莫林已經離開，但今天太陽報有消息，阿莫林和他的妻子瑪利亞在離開曼徹斯特的時候，為自己孩子們的老師和同學們留下了臨別禮物。哎，這相當不錯，在場下阿莫林一家還是堪稱完美的。據一位家長透露，瑪利亞在孩子就讀的學校裡和多名媽媽成為了好朋友，為人十分隨和，沒有一點架子。而當她的丈夫阿莫林被解雇的時候，離別之際到來的時候，她在學校媽媽群的 WhatsApp 裡面直言不諱發消息說，我們要走啦。
於是，在阿莫林一家乘坐私人飛機返回里斯本之前，老師們和同學們都收到了这家人準備的禮物。最近卡里克上任贏了這2場，加里內維爾就不忘對阿莫林踩上一腳。內維爾說，阿莫林或許在家看球呢，心想，這些曼聯球員到底怎麼回事？內維爾說，過去8天裡，曼聯的表現讓我印象極為深刻，因為實在無法想象，就在幾週前，曼聯的賽場發揮還糟糕到了那般地步。球隊有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像比賽的強度、防守中的侵略性、全隊集體回防的意願、並肩防守的態度等等。如今的曼聯成了一支難以擊敗的隊伍，能在比赛的艱難時刻咬牙堅持、奮力拼搶。而這些改變在對陣阿森納的比賽中，比對陣曼城的時候體現得更為明顯。所以球員們用賽場上的表現回應了外界的所有聲音。我們不知道訓練基地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但球員們此刻的回應方式是此前從未有過的。外界總會對此諸多猜測。阿莫林此刻或許也正坐在家中看球呢，心裡想，我眼前看到的這些球員到底是怎麼回事？哈哈，我敢肯定，對於球隊的這一驚人逆轉，阿莫林和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感到困惑。但是曼聯的魔力在上周回歸了，這份魔力似乎暫時回到了曼聯這家俱樂部。那種懂得如何帶着侵略性去踢球，敢於冒險，能轟出精彩的進球，進攻和反擊都兼具速度的感覺回來了。哈哈，是的，確實如內維爾所說，過去在阿莫林帶曼聯的時候，連曼聯球迷我們自己都認為曼聯的實力球員太弱，是真的不能夠去爭四的，是真的不能怪主教練的。可現在卡里克來了，一切都逆轉。不過最近卡里克上任之後，中鋒謝什科還沒有獲得首發的機會。這2天過去，曼聯的老前鋒薩哈怒斥了曼聯，說他在轉會市場犯下了一些代價高昂的錯誤，比如引進謝什科比選錯主教練還要糟糕。薩哈倒不認為謝什科很差，他只是認為謝什科是一名優秀的球員，也是個很棒的小伙子。但是俱樂部的決策有問題，讓一名22歲還沒有充分證明自己的年輕球員就來曼聯承擔球隊主力前鋒的重任，他究竟如何能夠取得成功呢？薩哈說，謝什科或許存在信心問題，對此我完全理解。我們早就說過這一點，俱樂部犯下的錯誤在於引進一名21、22歲的年輕球員，卻指望他在沒有資深前鋒引領的情況下，每個賽季能打入20球。我們過往有伊布拉希莫維奇、魯尼、C 羅和范尼這樣的球員，要知道這些球員對年輕球員的成長至關重要。在曼聯俱樂部明白這一點之前，謝什科處於邊比賽邊學習的階段，這完全正常。這份壓力極其巨大，要求也極為嚴苛。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處境。我身邊過去有索爾斯克亞、特維斯、阿蘭·史密斯，還有范尼，甚至還有拉爾森。他效力了6個月，我從拉爾森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所以當時我在曼聯能夠安心成長，是因為這些球員為我分擔了壓力。他們有時候狀態不佳，我即便發揮不好，也不會承受過多的指責。但他們是更出色、身價更高的球員，人們对他的期待也更高。謝什科是個很棒的小伙子，你能看出來他很努力，也渴望進步。他每天的訓練狀態顯然都非常出色，他會取得進步的。但是要想在每周都要拿出表現，完成進球的巨大壓力下，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兒。過去3年，究竟是誰做出的這些決定？我的天哪！這是一個無比錯誤的決定，比選錯主教練還要糟糕。薩哈這段說法真的很有道理啊！當年小羅來了曼聯，福格森是怎樣的慢慢的呵護小羅，一開始在曼聯的進球數也很少，是慢慢的在不斷的呵護下、不斷的保護下，才有了後來的 C 羅。薩哈的意思就是，現在曼聯俱樂部不懂得以老帶新，而是直接讓一個新人過來承受所有的壓力。這會導致新人的信心受損，成長受到很大的壞影響。是的，曼聯的青訓也許不缺天才，看看格林伍德，可能真的就是出的價值觀的問題。最近魯尼也坦言，他對阿莫林過去明顯忽視曼聯青訓體系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在阿莫林擔任曼聯主教練的14個月裡，他和曼聯過去培養年輕球員的傳統之間的反差一直備受爭議。批評他的人認為阿莫林沒有能夠真正理解曼聯俱樂部的傳承和底蘊。可現在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主教練卡里克上任以後，在上周親自觀看了曼聯 U21 梯隊的比賽，展現出願意信任那些擁有曼聯俱樂部 DNA 的年輕球員的態度。要知道，這已經是他接手一線隊以來現場觀看的第3場青訓比賽了。
卡里克自己的兒子目前也效力於曼聯的 U16 梯隊，而卡里克過去踢中場，所以他對青訓有着更深的理解和重視，也想讓其他年輕球員的家人相信自己的孩子如今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也就包括了魯尼的兒子。魯尼的2個兒子凱和克萊也都在曼聯的青訓梯隊中，所以魯尼現在對卡里克大加讚賞。本周五，2個人一同坐在老特拉福德的貴賓包廂，現場見證了曼聯青年隊在青年足總杯中擊敗了德比郡。魯尼在自己 BBC 的播客節目中說，看到現在卡里克的團隊如此重視青訓真的太好了，未來幾年這些年輕球員裡一定會有人獲得進入一線隊的機會，所以這份重視至關重要。周六他們在前往倫敦之前還去現場看了 U16 的比賽，能看到這樣的傳統重新回到曼聯真的非常欣慰。我一直对此直言不讳，重视青训本就是這家俱樂部的常態，可過去幾年卻看不到這樣的氛圍。我的2個兒子都在青訓營，我一直沒有感受到這種重視，心裡其實挺失望的。一線隊主教練親自能到場，對球員和他們的父母來說那是巨大的鼓舞，這才是曼聯應該有的運營的方式。那麼周五在曼聯 U18 梯隊2-1戰勝德比郡的比賽裡面，魯尼的兒子凱替補登場，他只有16歲，本賽季早些時候才剛剛升入 U18 梯隊，這次替補也完成了他在老特拉福德的首秀。凱魯尼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因為他的父親魯尼去老特拉福德看他兒子的第一場比賽的時候，竟然穿錯了褲子，誤穿了一條睡褲就去看比賽。魯尼說，我就穿了一條睡褲過去看比賽，我還跟維爾考克斯進行了整整10分鐘的對話，當時我就穿着睡褲，直到我回到家，我的妻子科林讓我看標籤，才發現那實際上是一條睡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魯尼和他的妻子科林從來沒有強迫自己的4個兒子中任何一個去走職業道路，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足球運動員這條路會帶來多大的壓力。所以當凱在7歲的時候明確表示他不喜歡在曼聯踢球的時候，他就被允許轉會到曼城去效力，一直到2020年凱魯尼擔任了彪馬品牌大使，他才重返了曼聯。他在卡靈頓基地在父母的陪伴下簽署了和曼聯的第一份正式合同。虎父無犬子，我們真的希望3到5年後凱魯尼能夠成為曼聯的格林伍德第2。那麼卡里克談到了自己為什麼關注青訓，他說，我這樣做是因為享受去看比賽，青訓裡也已經有人準備好向一線隊邁進了，所以這正是青訓學院的工作人員長期投入和努力的意義所在。最終目標就是要把球員送到一線隊附近，我們非常清楚這一點，這也是曼聯這家俱樂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並不是因為必須這麼做才去關注青訓的，而是我真的很享受去看比賽，感受那種聯繫，看看誰表現得好，關注年輕球員，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對他們來說也要明白機會是存在的，有時候你離一線隊比自己想象的更近。我們也盡可能讓年輕球員參與到一線队的訓練中，感受氛圍，從更有經驗的球員身上學習。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邁出最後一步，但你希望有人能做到，而且在機會到來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那麼關於曼聯的一線隊中的青訓球员梅努，他已經在球隊中站穩了腳跟。我很喜歡梅努接球後的處理方式，我認為要成為一名頂級球員，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应對環境。梅努在這麼年輕的年紀就踢了很多大場面比賽，比如代表過英格蘭參加歐洲杯，為曼聯也出戰過一些重要比賽，並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首先，梅努已經證明自己能夠應對這種壓力，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他能夠拿球，能夠游弋，可以在某些时候踢得更靠後，也可以根據身邊的搭檔踢得更靠前。有時候我們會很快給球員貼標籤，但事情並不總是這樣。有時候你看到球員的一些特點，稍微調整一下，比如讓帕特里克踢得更靠前，作為高位的邊鋒，局面一下就打開了，這很正常。看到什麼就去嘗試一下。我覺得梅努可以擔任許多種角色。最近幾場比賽，他和卡塞米羅在中場形成了非常好的搭檔，對球队控制比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梅努還很年輕，經歷過高光，也經歷過失望，這都很正常。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這會讓他變得更強，更有經驗。他現在正在展示這一點，所以看他踢球是一種享受。最近曼聯的隊長逼費，過去幾天他和皇馬有新聞聯繫在一起。今天有記者爆料說，逼費和皇馬的事兒是在阿莫林下課的時候發生的。當時阿莫林走了，逼費很有可能離開曼聯，他被推薦給了皇馬，可是皇馬對他不感興趣。
今天也正好是 B 費加盟曼聯6周年。他是在2020年的1月30日從葡萄牙體育加盟過來，這6年一共參與了進球200個，拿到了2個冠軍，312場比賽，103個進球，97個助攻，一個足總杯，一個聯賽杯。雖然有球迷不喜歡他攤手，但不得不承認，他是過去這10幾年曼聯最成功的引援，也是唯一的大腿，唯一的世界级球員。老 K 記得很清楚，當時是博格巴受傷，腳踝反覆受傷。麥克托米奈也同時受傷，腳踝和膝蓋，所以為了填補中場的空缺，引進了 B 費，沒想到就成了最成功的引援。所以這裡老 K 要說些不好聽的，現在曼聯就看他東窗下窗的動作就看出來，已經和曼城被拉開了巨大的差距。長期來看，哪怕是瓜迪奧拉離開，曼城在東窗下窗這樣的引援力度，在英超幾個強隊中間永遠是獨一份，排在第一檔次。而其他經過了幾年連續循序漸進建設的阿森納、利物浦排在第2梯隊，切爾西買人也舍得花錢，但主要的思路還是以賺錢為主，所以教練這塊也不穩定。切爾西在第3個層次，但曼聯在轉會市場的投入程度和資金實力，現在已經只能排在第4層次了。不過這不要緊，就像過去的阿森納和利物浦走過涅槃的階段一樣。關鍵先持續的穩住，能夠進入前4，能夠每年都進入歐戰，一點一點的恢復元氣。曼聯的品牌效應和營業收入的實力在英超仍然是獨一檔的。過去主要是連續瞎搞，耗損了自己的真氣。未來只要不好大喜功，不要再出黑洞，那應該能夠慢慢回血。好，說到青訓，順便提一嘴，英超的狼队已經官宣簽下了中國的小将徐彬。這位21歲的防守型中場，華人徐彬，他是以自由轉會的方式從中超的球隊青島西海岸加盟狼隊。在剛剛的 U23 亞洲杯上，他帶領中國隊取得了亞軍。這一次簽約也凸顯了狼隊在動盪的英超賽季中持續的招募策略。雖然決賽0比4輸給了日本，可徐彬的領導能力也至關重要。6場比賽中首發了5次，完成了10次攔截，並保持了73%的傳球成功率。徐彬過去崇拜卡塞米羅，崇拜羅德里，他的這2位偶像都是以防守的紀律和職業精神而受到敬仰。徐彬自己的特點是基本功比較扎實，但作為防守型中場，在進攻端威脅不大。現在由於英國對非歐盟球員的規則，意味着徐彬缺少立刻參加英超比賽所需要的在成年國家隊的出場次數。這裡也科普一下，因為前段時間有球迷在評論區跟我說，英超如果踢不了，那英冠也踢不了。因為英國對勞工證的門檻是一致的。這話說對了一半。現在預計徐彬到了狼隊還真的有可能會被租借到英冠或者歐洲其他地方。這是由於雖然勞工證的門檻一致，但英超一線隊的注冊更嚴格，而英冠可以走青年球員特例或者外租通道，並且在英冠出場，球員更容易攒分達到標準。狼隊獲得了徐彬之後，為他注冊 U21 梯隊，21歲是符合青年球員的規則的，並且能夠以 U21 身份外租英冠，規避一線隊勞工證的硬門檻。英國在脫歐以後，英超還有英冠統一執行 GB1 積分制，非英愛球員必須要有15分。但這裡的關鍵區別在於注冊的主體不同，英超嘛要一線隊注冊，必須要完整的 GB1，而英冠可以通過 U21 外租特例，俱樂部的 ESC 精英外卡，通過這個注冊就無需立刻滿足15分，然後英冠比賽能夠積累 GB1 的積分，這是通過聯賽的級別和出場率，也就能為未來申請英超的勞工證鋪平道路。英超沒有特例可走，缺證的話直接就無法報名，所以英冠聯賽對青年球員外租的注冊審核更靈活，英超聯盟的規則更嚴，優先要保障本土球員和合規的外援。所以感謝球迷朋友們在評論區跟老 K 互動，沒有你們的提醒，老 K 也不會去查得這麼清楚，再跟大家一起去反饋。總之21歲的徐彬對狼隊來說是個長期的潛力股，這也表明狼隊正在為英冠的未來做準備。後續的夏季轉會窗口，狼隊可能還會失去一些關鍵球員。不過此前狼隊也曾經簽下過中國的球員，但因為一直在踢英超，所以這些中國球員來了之後好壞參半。今天的歐冠淘汰赛附加賽抽籤是終於出來了，儀式是在瑞士尼翁的歐足聯總部進行，最終皇馬是抽到了本菲卡，真讓評論區某些朋友猜中了，歐足聯還是安排他們再來一個二番戰。
那麼這可是淘汰賽 ，Win or go home。穆里尼奧和他的徒弟阿韦罗亚到底誰能留下来？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您的意見。另外還有大巴黎在淘汰賽附加賽連續第2年迎來了法甲內戰，面對摩納哥。這種歐足聯、國際足聯的抽籤，老 K 一向是覺得有貓膩，也不知道安排這第2年法甲內戰，這對收視率有什麼好處？另外一方面，國際米蘭對博德閃耀。這次歐冠的聯賽階段結束以後，1/8決賽的4組分區也已經確定。不過今天晚上不會確定1/8決賽的具體對陣情況。1/8決賽的抽籤將在附加賽結束以後，在北京時間2月27號晚間進行。不過直通1/8決賽的球隊已經得知了自己的4個潛在對手，所以這次皇馬對陣本菲卡，而且和曼城同區。如果過了穆里尼奧這一關，皇馬又可以向曼城推銷一下羅德里戈的水平。另外一方面，馬德里競技迎來了過去的冤家布魯日。在22到23賽季的歐冠小組賽第3輪，布魯日先是主場2-0斬下馬德里競技，當時格列斯曼還罰丟了一個點球。接着在客場，布魯日0-0又逼平了馬競。要知道這一場他們的索瓦還在81分鐘被罰下。最後當時那個小組，波爾圖、布魯日、勒沃庫森和馬競，竟然是馬競積5分小組墊底，連歐聯的淘汰賽附加賽都沒有能混上。這次仇敵相見，分外眼紅。歐足聯在操縱這一塊真是把流量給玩透了。對了，法甲那邊大巴黎對摩納哥，摩納哥其實是個獨立的國家，只是參加了法甲。聽說摩納哥公國的水電氣都要靠法國供應，那麼今年大巴黎法甲內戰之後，還是有可能接下來全都碰英超的球隊，甚至搞不好8強戰、4強戰都是打英超。好，咱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轉會重磅，曼城的鮑博終於2700萬英鎊轉會到了富勒姆。而曼城還持有球員20%的轉會分成，還擁有球員未來報價的匹配權。鮑博過去在曼城一線隊出場過47次，打進3球，4次助攻，到現在他也只有22歲。可惜就是身體太玻璃，上賽季骨折傷了1個賽季，大傷之後的表現有所下滑。不過鮑博的優點是踢球合理性強，缺點就是速度不太行，身體也不太行。雖然有小技術，但是沒有威脅。沒有中場的創造力，也沒有直接威脅球門的射門能力。但總之只有22歲，希望在富勒姆能夠被翻新出來。好，另一方面，切爾西轉會到了 AC 米蘭的恩昆庫。最近羅馬隊、費內巴切隊以及馬德里競技隊都詢問了他的價格。這件事情在轉會窗的最後幾天正在持續跟進。一旦條件談妥， AC 米蘭將優先推進恩昆庫的離開。這裡面最奇怪是馬德里競技竟然看上了恩昆庫和弗拉泰西格雷茨卡。不過想想還有點意思，恩昆庫主要是精神屬性不行，這方面是咱們西蒙尼的強項呀。真要把過去的軟腳蝦恩昆庫變成一個鐵血的6邊形戰士，小技術的基本功方面恩昆庫是有的，值得期待。另外關於國米的弗拉泰西，現在諾丁漢森林隊也在談，而馬德里競技對他有意，但是想先租後買。目前尚不清楚國際米蘭是否會同意租借到馬競的提議。26歲的弗拉泰西本賽季代表國米只有4次首發，0進球，送出過2次助攻。國米的老球迷都知道弗拉泰西的特點，雖然身體強壯，但卻不是工兵，沒有防守能力，而且有球能力也一般。但是前插和射門比較強，也許比較適合馬競吧。如果進攻不需要他幫忙組織的話，還可以，他跟加拉格爾差不多一個類型。好，另外水晶宮的前鋒馬特塔已經向俱樂部表態，自己希望加盟 AC 米蘭。據說馬特塔已經和米蘭就一份稅後350萬歐元年薪的合同達成了協議。28歲1.92米的馬特塔在英超水晶宮本賽季首發23次，8個進球。他在前場的支點作用非常強大，但是門前浪費機會也挺強的。轉會到 AC 米蘭沒有問題，只是年齡28歲就去米蘭是不是太年輕了一點？ OK， 國際米蘭方面希望簽下利物浦的柯蒂斯·瓊斯，可利物浦沒有計劃會放走他。瓊斯在利物浦也算太子級別，本賽季英超只首發了10次，沒有進球，1個助攻。據說瓊斯本人已經同意租借加盟國際米蘭，國際米蘭希望加入選擇買斷條款，現在正在等待利物浦的批准。個人覺得瓊斯的水平在意甲絕對是降維打擊。不過瓊斯對利物浦是戶口本球員，是常規的輪換主力，純青訓出品，年齡也合適，年薪也不高。所以這筆轉會真的能成嗎？老 K 得打個問號。同樣的，利物浦看上了國際米蘭的鄧弗里斯，已經和鄧弗里斯的經紀人在洽談潛在的轉會。國際米蘭是希望用2500萬歐元出售鄧弗里斯。最近幾周球員更換了經紀人，
加入了阿里巴拉特的经紀公司。這主要是利物浦方面，弗林彭受傷，所以对29歲的鄧弗里斯產生了濃厚興趣。說真的，2500萬真的很便宜了。鄧弗里斯是國際米蘭老 K 最欣賞的球員，這麼厲害才只有2500萬價格，但也沒有辦法，因為鄧弗里斯有解約條款，夏天就能生效。那麼利物浦這麼多荷蘭球員，還有荷蘭主教練，快成荷蘭隊了。OK， 現在曼聯正在討論是否應該召回霍伊倫。過去曼聯的名宿謝林漢姆就說，我認為應該召回霍伊倫，尤其是當俱樂部管理層發生了變化。誰都知道卡里克和霍伊倫這樣的球員之間有什麼關係，他可能有辦法激活霍伊倫的最佳狀態。霍伊倫已經在曼聯的名單上，所以他在夏天會成為卡里克考慮的一部分的。我不在乎之前發生了什麼，霍伊倫顯然是一名頂級球員，否則他根本不會來到曼聯，所以我建議把他帶回來，給他一個機會，看看他的狀態如何，看看他回到球隊後的心理狀態如何。曼聯的球迷不要慌，這只能代表謝林漢姆個人的意見。对球迷來說，在霍伊倫身上真的是太失望了。無論是滕哈格還是阿莫林，霍伊倫的機會不少，但確實在英超沒有進球能力啊。好，切爾西方面，太陽報傳來消息，說切爾西考慮要引進一名秘密的中場人選，有傳聞稱是坎特可能重返切爾西，但是如果拉維亞能夠保持健康，藍軍可能就不會簽回坎特。另外有消息說，費內巴切仍然決心要簽下基達联合隊的中場坎特，坎特也希望加盟這家土耳其超級俱樂部，雙方此前已經達成口頭協議。現在費內巴切向基達聯合隊提交了一份400萬歐元的新報價，可是基達聯合隊的主教練孔塞桑並不認為坎特會離隊。好，這個新聞咱們也是繼續拭目以待。關於沙特隊呀，最近巴西的球員塔利斯卡，他曾經在利雅得勝利效力過，目前已經到了費内巴切俱樂部。利雅得勝利的俱樂部主席阿卜杜拉馬基德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了塔利斯卡。主席說，塔利斯卡是造成過去勝利俱樂部內部分裂的球員之一，有些人認為他是球隊的關鍵人物，也有些人認為他的離開令球迷難以接受。他是一名優秀的球員，但他的問題在於經常被換下。所以根據過去的媒體報道，2023年夏天利雅得勝利隊就開始嘗試讓塔利斯卡離開，可是球員始終拒絕離開，這種僵持局面一直到了2025年1月他才離開了球隊。那麼對主席這樣的發言，最近塔利斯卡在社交媒體上也發文進行了回應。他寫道，這些人既不尊重我和俱樂部的過往，也不尊重我和球迷的情誼，他們只是裝作若無其事。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主席馬基德發表這樣的言論卻不說出真相，是對勝利隊球迷的不尊重。他們把我趕走了，是因為我進球太多了，我礙了事兒。他們甚至強迫我主動提出離開。數據不會說謊，我打進了77個球，助攻17次，直接貢獻94球，還贏得了阿拉伯杯。哈哈，不過有意思的是，塔利斯卡最近的社交媒體上已經刪了這條帖子，不過球迷們還是紛紛截圖保留下了這段文字。塔利斯卡一個中場球員在球隊進球太多，這礙了誰的事兒？嘿嘿嘿，陰謀論的球迷們稍安勿躁。其實過去塔利斯卡多次說過，他和 C 羅在一起踢球的感覺很不真實， C 羅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還說我和 C 羅互相尊重，我們像家人一樣相處，和世界最佳 C 羅共事，這是最棒的感覺。所以 C 羅和塔利斯卡当時都進了許多球，我記得22到23賽季，當時塔利斯卡差1個球就金靴了，但是 C 羅進了5個點球，這沒有辦法，和世界最佳 C 羅在一起，哪怕你快要得金靴，點球也只能是 C 羅的，這很容易理解。最後塔利斯卡的離開還是多重因素，主要就是 C 羅加盟以後，他在戰術方面被邊緣化，俱樂部的商業化戰略也必須要轉向 C 羅，再加上外援名額的限制，最後和主教練皮奧利發生了公開的矛盾。皮奧利的戰術主打控球和高位逼搶，而塔利斯卡的持球遠射的優勢就被抑制，多次被皮奧利提前換下，甚至排除出大名单。当时的塔利斯卡也就拒絕出场，在社交媒体上暗批主教練，俱樂部最後加速推动了他的離队。总之 C 羅加盟後，塔利斯卡由核心的射手降為了僚機，各個主教練也沒有給他穩定的核心地位，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塔利斯卡和 C 羅個人的關係應該是挺好。好的，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感謝大家的陪伴，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支持。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